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ость, вечность. Сталь в ножнах поет о далеком, лед трещит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наш в тумане, ножны брошены в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好了，这个片头曲就是本人最近用 AI 做出来的俄罗斯风军歌舞曲，希望各位精神振奋一下。来，各位事务所同学晚安啊，我是朱学恒，今天讲一个数字啊，100，全世界最强的 AI 模型呢，美国政府规定只有100家美国公司可以用，就任何的公开消息看起来，台积电不在其中。换句话说，最强晶片是我们生产、我们设计的，但我们不能用最强的 AI。然后他嘴上骂北京搞审查，华府自己搞许可证。哎，我决定是哪100家可以用，没有你啰嗦的份。商务部长 LookNet 一通电话 ，OpenAI 就乖乖交出客户名单。更妙的是，北京反而在 AI 竞争上面不停的踩刹车啊。那台湾呢？台湾不好意思哦，台湾袖手旁观，与我们无关，我们连被禁的资格都没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啊，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会讲到 LookNet、Mythos、ChatVision、萝卜快跑、NVDB。来，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今天的这个定场诗要来了。一纸名单锁重关，100家门内几家欢。主权魔咒屠龙剑，只砍他人自不砍。东岸采车防民乱，西岸豪赌压江山。两洋互指皆为贼，不见台湾名单间呐。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状况。各位，我为什么要说今天做这一集，其实是正好踩在时间上，因为全世界都在打主权 AI 的战争，好久好久。来 ，Winston Ruby 说：“嘿嘿，今天终于说到跟我专业相关的东西了，看看朱大这一集品质是怎么样。来，欢迎检验，因为这个我的工作呢，就是教学相长。我从 AI 里面学习，你们也学到。如果你们错了，就告诉我，我还可以再学到东西。来，先讲，为什么？因为最近这个时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那我们今天从100这个数字开始讲起。2026年6月26日到6月30日这5天之间，全世界最强的人工智慧模型。这个连 Elon Musk 自己都承认了，他说他本来以为 Anthropic 不算什么小，但没想到忽然之间给他串起来，他是 Mythos 5，依照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哦，
只被允许分享给大约100家美国公司跟机构，里面的外籍员工勉强算上。更早的时候更惨哦，那个 Cloud Anthropic 自己的外籍员工还不能用嘞。来，100家公司，全球80几亿人，只开放100家公司。同一天，6月26号 ，OpenAI 宣布它最新的 GPT 5.6 5.6 Soul 只开放给少数信任伙伴。干，我们要到7月中才能用哎。谁是信任伙伴？不好意思，名单不公开。谁怎么变成信任伙伴呢？不好意思，程序流程不公开。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可能会说：“哎，朱大，美国管自己的公司关我们什么事？干，关我们很多事，好不好？”我跟你讲，关系大了，因为这100家的名单呢，重新定义了整个地球的 AI 阶级。第一级，名单上的100家；第二级，能用公开阉割版的其他人；第三级，连阉割版都被出口管制挡在门外的。而且这里有一个超级荒谬的细节，英国的 AI 安全研究所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模型评估机构之一，它是美国最铁的盟友。他们拿得到 OpenAI 的 Soul， 但拿不到 Anthropic 的 Mythos， 只能用旧版的 Mythos Preview。连英国都要看华府联社分等级啊，而且一个模型一个待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连英国都拿不到，妈，你台湾算个屁呀！经济学人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开场，他说美国生活里面呢，充满了各种名义上自愿，实际上不是的东西。小费是自愿的啊，你敢不给试试看？妈，被人家把照片贴在网络上。加入学校家长会是自愿的，你敢不去试试看？现在名单上多了一项啊，把你最先进的模型拿去给政府，要点头才能发布，也是自愿。那你不自愿试试看哦？结果嘞，川普政府的前 AI 顾问 Dean Ball， 这不是什么反川普侧翼哦，他是自己人。他说一句重话，短短几周之内，美国联邦的 AI 政策从离谱的自由放任，变成了日益严苛而不透明。自由放任到严苛管制，中间没有立法，没有听证，没有公开规则，就这样。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把3条线摊开来看。第一条，华盛顿怎么在3周之内嘴上说自由市场，手上发出许可证。第二条，太平洋对岸呢，阿里巴巴怎么用一模一样的主权语言把 Cloud 扫地出门？现在阿里巴巴不准用 Cloud 哦，任何的程式设计、任何的流程都是这样。第3条，最反直觉，这个消息登在《纽约时报》上面。前 Google 的执行长 Schmidt 亲自去了一趟中国，回来写了一篇投书，结论是北京在踩刹车，北京在 AI 控管上面开始越来越深入，结果华盛顿在踩油门。先铺一个梗，今天这一集的资料查核，我们动用了4家 AI，Elon Musk 的 Grok 出图兼查资料，然后 OpenAI 家的 Soul 5.6查美国线， Google 家的 Gemini 还有 Hermes 查中国线，而把这一切汇集起来写成这份稿的是谁？是 Cloud。妈，我最近用它的 Fable 5啊，我一直在试它的极限，没有想到它的极限还没到，我的 limit 到了，所以我刚又花了$200买。妈，真可恶！各位，你知道我最近在做的每一集题目都疯狂吃我的 token， 我现在在想办法找人，不要赞助钱，我要你赞助我买 token 的钱，不然真的怎么办？好，来，Grok 不只产黄色内容，还有产快速查证。就我如果一边在那边跟你直播，一边要查东西的话，我就用 Grok 最快，因为它5到10秒之内要出答案。但是 Grok 一样，在攻略上面不太准。他上次叫我命运双龙要练一个太刀，说这个是最快最好的，
等到我练出来，发现这个太刀比不上我的雷狼龙太刀啊，是到底在干什么？好，等等，我要继续往下讲啊、这个 Cloud 就是被阿里巴巴下令全员卸载，被五角大厦添上供应链风险标签，最强版本被自己政府出口管制的 Cloud。而且美国空军公布的最新消息是，他们要全面让 Anthropic 退出他们的产品线。在听直播一边想，这样不会有利益冲突吗？的各位，你问到重点了。这年头 AI 汇整关于自己东家的黑资料，比很多媒体写自己金主的新闻还敢写。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了现在媒体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啦。譬如说，我举个例子，之前在讲文化部什么媒宣预算被砍掉，讲什么哎呦干好需要，干你娘的 gay！ 你看看那几个站出来的人，哪一个不是代表媒体？三立要不要媒宣费？什么什么 radio 要不要媒宣费？台视要不要媒宣费？华视要不要媒宣费？而以前我小时候媒宣费基本上都是政府下令，民间要配合的，好不好？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我就不要多讲了，你仔细分析一下，就有人为什么要为了媒宣费出来洗地？废话，妈，他公司要这个媒宣费啊！他今天不用力的洗，他妈拿不到这个钱呐、来，这一章的结论就是跟你讲，谁能使用智慧变成一个看不到的名单的时候，接下来每一个国家、每一家公司、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只剩一个：你在名单上还是名单外？台湾的位置留到最后讲，但我先剧透，答案会让你笑不出来哦。你他妈以为台湾很重要，是不是？不好意思，根本轮不到你。来，我们继续往下讲。这个你看一下我这一张图的示意图我们等一下看这一集的主权战争的 AI 主权战争的所有数字，美国白名单只有100家，中国面对到的黑名单是国际封锁中国有147条，欧洲采购单呢 ChatVision 要取代 Palantir， 也就是主权 AI 现在在军事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台湾呢？不好意思不在白名单，不在黑名单，不在采购单，因为我们台湾根本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根本不重要，秒了吧？来，这画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认识画面上2个人，你他妈就知道这个图一定是 Grok 做的，好不好？因为 Grok 才能够把名人的图片直接用出来，好不好？来，对，我要先念个抖内，你看这个一边是商务部长，一边是 OpenAI 的那个创办人 Sam Altman。来，前一炮说买不起 RTX Blackwell Pro 6000的怨念加1，从原本官方定价20几万涨到新台币48万。干，你本来就不该买得起啊，你应该叫公司买吧。但是我跟你讲，每一家公司现在对于 AI 的认知真的差很多。他妈，我前一阵子去一家公司开 AI 顾问会议，结果他的那个 IT 跟我讲说，我的一个工作是负责剪片可是我们没有买很强的 Blackwell 的晶片，我们剪片速度应该不快。我想说你在 local 端要用 Blackwell， 那干你跑大模型都不用，那你剪个片要用 Blackwell， 那算图可能差不多。好，但等等不要抱怨。来，甚至谢谢那个 Believe for Me 抖内新币好，风兴说该用 GPT 5.6了，赞助 token。我跟你讲。GPT 5.6呢？我现在问题是，我都叫他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我用 Cloud、用 Fable 用习惯了，目前 Fable 还是最强，5.6就是一个 in between。Black Draco 7423说，今天有人给我看了一个截图，高雄某公司招聘 AI 开发工程师，发出的工资只有台币36500到58700。
不5万8700。我查了一下，上海同样岗位工资一般20K 人民币起哦，各位还要乘以4.5左右啊。这还不是华为、阿里这种大厂，由此可以稍稍一窥两岸在 AI 开发投入的差距。我跟你讲，那个很多开给你的 AI 职务哦，你他妈根本就是去公司陪那些老板在那边耍逼的。算了，不要多讲。话要龙九说，请支持关东煮竹签担任阿拉巴老朱平安站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TLTW 今天抖内没有多说话，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今天的目标呢是一个很奇妙状况。美国跟台湾不是都要求 GPU 不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吗？但是就有办法，有人找到模式，不管是地下汇兑、地下运输，然后甚至运送到日本，再洗产地回来，干那故事超精彩。它比卖给北韩还要更多，而且获利听说超过100亿新台币。那我查过一个初步的资料，网络上报道不完整。你看到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干杀头的生意真的有人做，妈做到这种程度太厉害了，吓死人！你看，我理说我在上海做智能体，50万月薪，50万是人民币哦，250万新台币以下以上，还不带年终奖。这个才是合理的价格。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美中双方都在第一线打仗，它的 AI 竞争是第一线打仗。那你站第一线，当然要给多一点了。对了，现在不流行 GPU 走私去大陆。我跟你讲，就我听到的消息，妈超妙的，有走私去日本，然后有走私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那边盖机房做服务中国大陆的客户。妙了吧？咻咻咻咻咻！哎，对 ，Black Draco， 你知道我知道嘛？那我有做功课啊，我有查资料啊。那这就麻烦哦。你在新加坡一个自由港，我要盖一个 data center， 我专门给我的中国大陆客户用，可不可以？有人说不行吗？没有办法哦。那你妈限制个屁 GPU！ 但是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够跟上那个 GPU， 那我们以后再说了。唉。来，我们把时间倒退3个星期，我们画面上2位主角，美国商务部部长，还有这个 OpenAI 的创办人 Sam Altman， 自愿这2个字怎么在他们之间运作的？2026年6月2日啊，川普签了一道关于 AI 治理的行政命令，请注意，行政命令不是法规。那他要求最先进这些实验室啊，要提早给政府看新模型。配合网络风险评估，命令里面白纸黑字特别强调了一句话，注意听：本命令之任何内容不得解读为强制性的政府许可、预先审查或核准要求。我再重复一遍，不得解读为许可证制度，写得清清楚楚啊！妈的，这跟真的一样。看，结果你骂中共骂了半天，你自己审核比中共还严格。6月25号，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直译叫资讯报独家报道，川普政府要求 OpenAI 错开新模型的发布，在预览期间 （preview 期间呢），由政府逐一客户审批存取权 ，approving access customer by customer， 也就是美国政府要一个客户的审批。卫报 The Guardian 隔天跟进转述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亲自打电话给 Altman， 他说：“反对哦，即使你有限度的发布，我也反对。你要先取得权责政府机关的批准。”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玩一个翻译游戏，好不好？不得解读为许可要求，翻成白话文是什么？是我们不会立法搞许可证，我们直接打电话。立法要国会要听证要司法审查，打电话呢什么都不用。这就是为什么命令可以诚实的说，这不是许可证制度，因为许可证至少还有制度，这个连制度都没有。各位记住，谢谢苏六官送我一个手指爱心了。各位记住，
本台事务所的老规矩、老公式，不是老公哦。他妈上次电动车给我写了一篇总结文，里面说，朱璇这时候就要把她老公叫出来，叫你妈老公式了。啊，算了，那篇也写很烂的，随便了。妈 AI 错就错，就这样随便，也懒重写。当白宫特别强调这绝对不是政府审批制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绝对就是政府审批制度。话术反向解读，百试百灵。Peter Moose 说，朱大晚上几点开播？通常都是7点半到8点之间。老公是公式，不是老公，老公是。好，来，然后是名单。华盛顿邮报呢，6月26号报道，引述一位白宫官员，政府核准了 OpenAI 提交的一份呢公司存取名单，但删除了其中少数几个位于美国境外的实体，也就是美国境外公司不准你用。不知道台积电算不算是里面？有没有听懂这句话恐怖之处 ？OpenAI 哦，一家私人公司要把自己的客户名单交给白宫，让他去审批，说啊这个可以，那个不行，划掉。被划掉是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申诉管道也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划掉啊。我讲白一点，这个东西在经济史上有一个名字，叫做 Permit Raj 许可证统治。这个词呢，就是简单来讲，这个词儿呢，就是印度的官僚体制。企业做任何事都要跟官僚拿许可，于是谁跟官僚关系好，谁就赢。美国过去70年教训，全世界不要搞这一套，太啰嗦，太退伍了，太落伍了。现在呢，2026年 AI 界的 Permit Raj 在华盛顿开张，官僚说了算，规则看不到。然后你看 Sam Altman 反应什么？这最好笑。6月26号。有人在 X 问他说 ：“Sol SOL 这一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发布？全球开放？”他回了几个字 ：“Working hard for worldwide， 正在为全世界开放而努力。”干，苏丢官很生气耶，他说台企根本不懂 AI 是什么。更别说什么是本地 LLM， 什么是 API 接触，更不懂得花费，也不理解 agent。要台积理解 AI 人员真实价值是天方夜谭。他们以为 AI 只是通讯软体上的客服机器，我就不要讲某公司跟某电视台真都不懂啦。但是最惨的就是这些媒体裁掉的人，才是在 AI 时代最重要的人。我其他讲，前阵有个新闻，吴安琪是 TVBS 很资深的主播，然后他就被直接 lay off 的，当然有优退，可是这就充分代表了 TVBS 的高层根本他妈不懂什么叫做 AI。AI 是你要懂得问，你要懂得指挥，你的 AI 才会发展出最强的能力，因为它等于是在蒸馏你这个人的能力。你所有问的问题，所有要求的标准 ，AI 都会吸收。结果你他妈把老资格人开掉了，留下了一堆菜兵。菜兵是多懂这个世界社会上的历史。我没有要为任何人讲话，我只是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状况，就知道这家公司根本不懂 AI。他剩下的人都只会用 AI 做图，然后用 AI 帮忙翻译。但是他妈你用 AI 哪会只有这些东西？你连决定题目、决定今天编辑台的顺序都可以请 AI 做的时候，你把最资深的人开走了，你怎么跟我讲 AI 很重要呢？你不懂嘛？你不懂嘛？对，那个 Impalable， 你如果证明你可以蜂蜜可以寄送的话，我们开通一个海外邮局寄送的选项就给你寄，因为那个邮费比较贵。好，谢谢你这个锲而不舍的想要买鸭脚木蜂蜜。顺带一提，鸭脚木蜂蜜真的很赞。今年的份呢，我们已经买掉了一大半，还有剩一些。
那各位如果现在还想要品尝大人的口味，微苦带甘的蜂蜜的话，请下单丰裕蜂蜜的鸭脚木蜂蜜，就在置顶，因为我今天忘了贴那个商品的资料，好不好？所以我跟你讲，台湾最可悲不懂 AI 都是上位者，但问题是真正该用 AI 的是上位者啊，真是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其实用 AI 都可以很快。好，没关系，你看一下目前的状况，都是在后面写得很清楚。一家 OpenAI 的执行长讲自己产品的上市时间，用的是外交辞令，为什么？因为决定权不在他手上。他是人职，他在报平安呐、他不是执行长在报告产品时程呐、来，而且我这边还要讲，我不是帮那个郭台铭主持过他的总统竞选的活动嘛？我最后还是要讲，你他妈台湾现在哪一个人能把 Sam Altman 请来台湾？除了郭台铭之外，没有了吧？然后你这些人还沾沾自喜说我们变成 AI 政府，我们要变成 AI 国家，郭他妈逼呀、你他妈郭台铭的屁股毛你都比不上，然后跟我讲说要做 AI 做 AI， 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看那个魔都提篮桥说副处级的干部自己掏腰包买 token 写代码，而且最近豆包的代码能力听说暴增啊！你可以去火山 AI 去试试看，我不知道。那所以这是很好。我跟你讲，真正的高干哦，如果愿意学，你只要愿意学，你可以比你公司的任何人都懂。那但是我不要不要再多讲，就这样子了。多说再说都是泪啦，不要多说了。OpenAI 后来自己发了声明，他说我们不认为这种政府存取审批程序应该成为长期的预设模式，因为这不对，我们配合了，但拜托你不要习惯。然后嘞，两家公司都说正在跟政府合作制定更可预测、更透明的规则。更透明意思是什么？现在不透明呐、他自己就认证了。我们这一章的结论是：行政命令说一套，电话里做一套。这个落差不是失误，是设计。因为写进命令的东西要负法律责任。电话里讲的，我打喂，我卢特尼克啦，哎，你 Sam Altman 是不是？我他妈叫你不要发行，懂了吗？挂掉，没有记录哦，没有证明，也没有人会录音的，所以。美国现在管理全世界最强技术的方式是一套刻意不留痕迹的默契系统，而默契系统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换一个人打电话，规则就换一套。今天你在名单上，明天再打一通电话。对，哎，各位应该你们都知道 ，Gemini 现在已经变成美国豆包了，而且最要命的是它。给你就只有情绪价值，然后其他所有东西稀巴拉一团乱。我跟你讲，现在啊，基本上我的 AI 用到 Gemini 只是帮我决定 YouTube 的题目。那 Wally， 你可能最近很久没看抖音，现在老共那边啊，都叫古法编程。就是用手打的，已经是这个非常稀有的手捏程式码了。所以阿里有一大堆程式设计师被要求关掉 Cloud，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的。哇 m a n 窗户，好的 AI 都是要使用者付费，我用 Manus 干。本台最有钱的人出现了 ，Manus 我有用啊，一个月就烧掉我6000多块哎，但是它真的是 foolproof，它是我用过最聪明的 agent
可是它吃 token 跟吃你的 credit 跟吸血鬼一样。Manus 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很帅的，但是那个用起来不得了，我要等到有人赞助我 Manus 的那个每个月的钱之后，我才敢再用 Manus。我之前用了1个月就烧掉6000块，烧掉6000块啊！你能想象？但 Manus 真的很好用，你可以下很简单指令说，譬如帮我做一个2分钟的影片啊、加上字幕，加上配乐，那加上人声，它做出来的。但问题是太贵了，这个跟我们这种手搓动画专用的这种穷人比起来，没办法常用啊。对啊，你看 YHZ 也是啊，我们那时候是 Manus 是因为它其实那个 Facebook 要收购它，看起来很有机会。他开发一个 PLL， 他赶他2万个 token， 一个 PLL 专案 ，Python 专案嘛就没了。不 ，Manus 现在还可以用，只是它变得又更贵了一些，因为它原来要给 Facebook 并购，就中国大陆工商部拒绝，他说你他妈在我中国大陆开发这种东西，你前沿 AI 怎么可以给我拿出去卖？所以他现在留在中国大陆变得比较好用一点。6000台币，我不是开玩笑的，他妈我很省的用了，随便一个指令下错，就吃掉我3、5千块。Mr. Cookie 问说 ，Manus 比 GPT 好用吗？没用过，我告诉你，绝对比较好用，而且它的智能体 agent 比ChatGPT 还要灵活跟聪明。可是问题是，就他妈贵，就他妈贵，它就是吸血鬼。你记住我这件事情 ，Manus 如果要用描述，就是一个吸血鬼。对的 ，Manus 是智能体，但是一般人没有管那么多啦。但是他真的聪明，可他真他妈贵。你要怎么用，要先学会。好，接下来要到下一章了，不然光聊 AI 吗？聊不完。好，来，有一条红线，看到没有？我们这边画面上一画了一条红线出来。那你可能会说呢？你可能会说是什么？朱大，管制归管制，至少要有一条红线，对不对？超过这条线的模型管，没有超过的放行。有。华盛顿说：“我们他妈民主国家，我们有在管，有在划线。”但问题是，这条线是机密的，这条线是机密的。依照那一道行政命令呢，川普政府要在8月之前建立一套机密的精准测试程序 （Classified Benchmarking Process）。机密的 benchmarking 就是测速流程，用来判断新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听起来很专业，对不对？我跟你讲哪里出问题啊？没有，马来华人之父 Manus 现在不准卖给美国人，所以他就要留在中国了。BF799问说，朱总，豆包新出了版本酸智能体，你要把它当智能体用才算智能体。但是因为豆包新版本我还没用啊，因为各位令人伤悲是7月15号你的豆包女友就要死啦，因为等下会讲到啊，以后不准给我搞 AI 陪伴啊、智能调教这种东西啊，所以你说算不算智能体？算，可是坦白讲，我最近比较忙，豆包的新模式我还没有用，所以我不敢随便跟各位讲。但目前呢，钱买得到最贵，但是最 foolproof 的，就是 Manus， 你可以去用用看，那就是这样子啊。Wallace 那个 AI 大会猎头会不会都穿黑丝短裙啊？我很好奇这个以前台湾有所谓电子西施啊，就是他要去那种电子大厂，然后工程师下单给他，干嘛整个穿短裙黑丝我不知道这些猎头会不会是这样。好，等等，别说了。对 ，Winston Ruby 讲的没错，这他妈就是夸张的。你要做 bench
market 你就应该是公开的，因为大家才知道我的指标怎么调嘛。问题就在机密这2个字。这些最先进的实验室里面有安全许可，能够接触机密资料，因此能够真正看懂政府红线画在哪里的人，1只手数得出来。也就是说，全世界最顶尖的 AI 工程师们被要求遵守一条他们看不到的线。所以爱会消失，对吗？会，明天就没有豆包对你的爱了。你不要讲，你还是上抖音看那个豆包菜好了，菜包豆、菜豆包，好，不管，反正就是一个妹子。什么等等，干我黑丝吗？什么屁事的、啊？问题是，我的意思说，猎人头很多美女啊，很多 honey trap， 大家要小心啊！来，接下来讲，在听直播的各位工程师，你们最懂这种痛。主管跟你说，你程式不能超标，你问标准是什么？主管说机密，那他妈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超标嘞？你交上来我看就知道。看这种主管最该死，妈，你很想拿那个电脑往他头上砸下去，这不是管理，这是猜谜。第二个问题，猜谜也就算了，那裁判是谁呢？负责政策制定是白宫的国家网络主任办公室，高阶幕僚最近几周通通都离职了。负责执行的是 Lutnick 的商务部，内部内部技术专业能力有限。经济学人直接讲，他说你他妈这些人根本不懂 AI， 你搞个屁！而整个美国政府里面懂 AI 的人才板凳本来就不深，过去18个月只出不进，所以你把画面拼起来，一条机密的线，一群看不懂线的选手，一批不懂球的裁判，裁判还在陆续离场，这就是现在管理人类最强技术的机制啊！搞屁呀、妈烂透了！而且最鸟的是 ，CDEX 2.5出了，效果惊人。我现在要回头去看，妈的，字节跳动有没有在封我？之前我连那个可伶也封我，然后那个字节跳动的 CDEX 也封我，操妈再封我！我每个月乖乖交钱呢，到底为什么封我？来，我继续往下讲。我们来做一个对照，这个对照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中国管生成式 AI 用的是备案制，你可以骂他严、骂他审查、骂他管思想都对，都好。但问题是备案制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公开发布的，条文一条一条列在网络上，红线画在哪里，全世界都查得到。北京的红线，你可以说它恶法，你可以说它严管，但是华府的红线是机密的默契，你他妈根本不知道，你没有办法绕过去。那哪一个对企业来说更可怕、啊？你自己想一想嘛。恶法至少可以预测啊，但默契不能啊。那本频道的信念是什么？科学终将胜利啊！科学终将胜利的意思是你给我一个科学规定，我们就照这样讲嘛。治理技术的第一原则是规则可预测，这不是意识形态，这是工程学。规则不可预测，投资就会停，人才就会走，这跟你信什么主义没有关系。谢谢 Chelsea 斗内的停放公车。来，再来一个反讽哦，他妈就在我背后这张图，三大实验室，以前都说4巨头啦，但是那个 Facebook 的 Meta AI 不知道开发到哪里去了，我1个礼拜用不到1次。来，三大实验室 Anthropic、Google、OpenAI 现在全部都同意需要某种联邦监管，他们吵的只是形式。Anthropic 跟 OpenAI 要一个政府机构来管。Google 想要业界自己出钱搞一个自律组织，像管券商那种。全场最妙的是，猜猜看谁是唯一支持政府对模型发布有否决权的公司？他妈是 Anthropic， 最反中、最唧唧歪歪、到处宣传自己的 AI 有多强的 Anthropic。
它被出口管制搞到自家最强模型消失，被五角大厦贴标签。之前我们讲了，空军司令部还要求赶快把它的 AI 撤出，中国也禁用它，阿里巴巴禁用它，结果他唯一举手说：“哎，政府你来管。”经济学人那篇报道写 ，ironically， 他妈有够讽刺啊！顺带一提，触发 Mythos 被出口管制的原因是什么？有人宣称模型被越狱了 ，jailbreak， 就是你用话术骗 AI 去做它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现在自认为比较有能力裁决这种指控了。一个看不懂技术的裁判团裁决一个最尖端的技术问题。简单的结论，干 Angela CYU 也用 Manus 啊！刚我们这边有这么多有钱大佬，你们不多抖那一点？哎 ，Manus 真的很贵，他是给老登以上的公司 CEO， 他只想要下一堆指令，然后就丢给你做。他不想要管 agent 怎么运作，他不想要管影片怎么兜起来。譬如说，你叫他做一个1分钟的影片加配乐 ，Manus 在后台呢是用 Google 的 VO3， 8秒钟生成，然后把它凑起来。他先用 Google 的 Gemini 生成图片，然后兜起来，然后再把音乐生成，然后再配，了不起！他真的花很多功夫。来，我这边做个结论：规则的本质是要让人知道怎么遵守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哦，功能不是规范，是威则，让所有人随时觉得自己可能有罪。历史上用这一招管人的政权很多，用这一招管技术的超级大国，美国是第一个啦。威则是治理的代价，我们后面会算给你看。每一个礼拜犹豫就会落后，就会烧钱。看 Rue Harry 说，这群用 Manus 的人用的都是公司的吧？你们，而且我觉得不可能 ，Manus 太贵了，基本上公司不可能帮你买企业级的 Manus。飞虎记说 Grok 已经不便宜，还有更贵 ，Manus 比它更贵，妈贵死人了。好，接下来要到第3章。我今天不要一直做抱怨，妈，我一讲到用这个，真的公司不可能买 Manus， 除非你是公司老板。我唯一一个认识用 Manus 的，就是一个大集团的老板。啊，有啊，山仔医生说他老板是传产的，连 GPT 都买会员。他只能用 GPT 的免费版来做图，你看他多可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结果我们这边有好多人用 Manus， 干，山仔医生，你应该试试看用 Manus， 你就知道下一个指令图就做出来有多爽。然后你就发现呢，试用的那个 token 呢，一瞬间就烧完，然后你就快让我买 credit， 我要用 Manus， 这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你看 McKinsey 自己做顾问，干你都用免钱版，你好意思说？来，我们今天要讲最反直觉的一章啊！对岸的网友要仔细听哦，因为没有想到中国大陆竟然在 Eric Schmidt 的眼中是一个相对平衡的 AI 管制的国家。前 Google 执行长。对中鹰派写过整本 AI 战争论述的 Eric Schmidt 上个月去了一趟中国，到底谁让他去的？7月13号，就是昨天，在《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投书，跟他办公室负责中国与 AI 政策的 Selina Xu 合写。结论是什么？他说他见到的中国科技高管对 AI 的态度比矽谷保守得多。干！这个时候台湾青鸟已经说：“哇 ，Eric Schmidt 被统战啊，干屁嘞！”你听他举的例子，全部都是可以复核的事实。我一条条念给各位听。我跟你讲，我在《纽约时报》看到 Eric Schmidt 这一篇的时候，我一样又发3篇 AI 出去查。我说你要用可以，
你不要只听 Eric Schmidt 自己投书讲，这个我不信，我要其他的东西来佐证。来佐证呢，就是这么简单。第一件事情，他讲的武汉，2026年3月31号晚上，超过100辆百度的萝卜快跑，我还没有去做过那个，我超羡慕武汉，结果他萝卜快跑的无人计程车在武汉街头同时停摆，乘客被困在车上，有人被卡在天桥上将近2个小时。纽约时报、NBC、Sky News 同一天全部报道，武汉公安通报系统故障。然后呢 ，Bloomberg 4月29号独家报道，中国大陆暂停发放新的自动驾驶牌照，疑似大宕机，全国踩刹车啊！你看这真的很鸟啊！妈，我没办法想象到底百度出了什么问题。Kevin Taylor 讲说，台湾的无人机大量出口乌克兰。3月14号的《纽约时报》报道了，其实就是其产地。简单来讲，不要深入，这一集不谈无人机，所以你自己去查查看。出购物说昨天没空进来，今天赶紧补上，没问题。来，第二件事情在杭州有一个35岁的工程师呢，化名小周。2022年进一家科技公司当 AI 大模型的品质检查主管。2025年1月，公司把他解雇，理由写得明明白白哦，说 AI 大模型技术升级，你这个岗位 AI 可以做了。小周一怒之下告上法庭仲裁，1审、2审，杭州中院，最后怎么判？违法解雇，公司要赔26万多人民币。大概新台币110几万，判决理由一句话：不能以 AI 技术取代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哎，我是建议你回去看我讲那个无人机吗？看我忘了我讲哪一集，反正我不止一集做过。好，出购物已经预测了，各位赶快按赞，因为按赞之后接到会员的几率比较高。出购物要发会员了。好，我继续往下讲。在听直播灰圈呛说，请问朱大，华盛顿苹果下架了没？那货没了。我买过很多次，品质很好，但昨日订单被取消了。若是改订购纽西兰苹果，是不是也一样好吃？可以分享一下吗？以脆度来讲，Honey Crisp 是真的最脆的。那纽西兰的也很脆。那纽西兰的现在应该还有。那可是它没有像是那个 Honey Crisp 一样，一咬一片就整个剥下来。它的脆是一块一块的脆。那个 Honey Crisp 是脆到一层一层的脆。然后智利的新的大苹果也来了，但因为我还没有吃到，所以我不敢跟你讲。所以我建议可以改订纽西兰苹果，这个也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随时新鲜，随时订啊。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妈的，我订什么葡萄呢？干，我要卖。因为我们最近又上了一组超大的韩国麝香葡萄，智利苹果。看我最近带货太少吃水果了，谢谢出购物又送了10个会员。现在是吃南半球苹果，但是因为我去年呢，对在北京的时候吃智利苹果非常的不开心，所以我现在对智利苹果保持一个
保守的态度，没有吃就不吃啊。不好意思，最近没有美国评，谢谢。软软的布丁问说千问好不好用？我跟你讲，千问我后来不太用，因为他妈我随便问一个问题，都会中什么？都会中他的 guardrail，就是他马上就中政治红标，说警告警告有政治问题。谢谢出购物又再送了10个汇集，你还是拿不到，就没有办法啦。没有订洪都拉斯白虾，因为白虾不好吃也不新鲜，白虾要买在地的。来哦，好，我最后讲一个东西，我就跳回那个主题了。干，我今天跟我朋友吃饭，我朋友说他妈呀，问 Gemini 问到 Gemini 说不行，我不能成为你的情感上的伴侣，我不行，因为这会产生不当的依赖。我想说靠背嘞，为什么你问 AI 可以问到这么露骨、这么透心凉的对话？我他妈每次都说，触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触犯国安法，国务院下令禁止这一个继续使用，然后触犯维安条例，不能再分析。这我不知道。好，我先不管了。来，你如果被公司用数位转型4个字之前的各位，你没有听错，中国大陆的法律在保护被 AI 取而代之的劳工，而且我们之前才讲过，我们做游戏那一集有没有？台湾的橘子1周之内裁掉150个人啊，因为 AI 可以替代他们。啊，台北劳动部在哪？你问我啊，待会再说吧。来，第3件事情，7月15号就是明天呐、各位，你的豆包女友要死了，赶快去救她啦！中国5个部门，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核心条款之一是什么？是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办理这类拟人化互动服务。明天生效。3件事情摆在一起就明确了。不是明确了，3件事情摆在一起 ，Schmidt 的判断就成立了。无人车出事暂停发照，法院挡 AI 裁员，明文禁止未成年用 AI 伴侣。北京在一项一项踩刹车，理由 Schmidt 讲得很直白，中国政策制定者最怕是社会失序、政权不稳。一个执行长甚至直接跟他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重演19世纪的卢德运动。而且美国现在也开始有卢德运动 ，Ludit。当年英国工人因为机器抢饭碗，他跑去砸工厂、砸纺织机，干义和团在线的啊。而美国那边呢，史丹佛的报告啊，中国大约有84%的受访者对 AI 感到兴奋。这个兴奋不是那个兴奋，就他觉得有很多未来，很多可能。美国这边呢，去年盖洛普调查，8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府应该监管 AI， 就算会拖慢进步也要管。民主党、共和党都这样想。社区在抵制资料中心，家长在担心小孩对 AI 伴侣上瘾，工人在怕被取代。我必须非常诚实的插一句话，这句话是 Schmidt 自己在文章里面写，我原文照念。他说中国算不上什么典范，这一章不是在夸中国好棒棒，中国踩刹车的动机是维稳，是党怕失控，不是良心。他进 AI 伴侣的同时，一样在审查，一样在管思想。我们是照着镜子看自己啊，没有叫你跪着看对岸。对岸有些东西对，有些东西错，你要冷静理性的分析，好吗？而且刘冠超挂可没有不能做黄图，是你没有买会员不能做黄图，好不好？你问上面那个买了 Super Quark 的那个飞虎，照样做黄图啊。所以嘛，为什么我们要拿来这个以人为镜，可以知进退吗？一不小心忘了。
来，一个踩油门踩到自己人民80%还要管的美国，另外一个踩刹车踩到让外国鹰派都写文章称赞保守，这两种失衡哪一种比较危险 ？Eric Schmidt 的答案，我们后面会讲他开的药方。这一章的简单结论是这样说的。真相总是伤人。我们习惯的剧本是自由的美国拥抱创新，专制的中国压榨技术。但2026年的实际画面是，最担心 AI 失控、最积极踩刹车是北京啊，最想全速前进却被自己国民按住的是华盛顿。不是因为北京变开明，而是因为维稳是它最大的前提。而台湾呢，两边的刹车跟油门都不归我们管，因为我们坐后座。人家怎么开你就怎么跟，方向盘在谁手上都没搞清楚。那个 X 现在可以做黄图啦，只是你要绕过去啦。刘冠超说为了黄图买会员，不是嘛？那你不是买了一堆那个饭店的基点，就是为了要打炮，是一样道理嘛？有些人用有些人的东西啊。你看飞武奇讲的很简单啊，说不过来可以色图，但有些色图不是你如果真那么爱色图，你可以去花月费订阅那种专门做色图的 AI 啊，它是用人家的开源原始码自己做出来的色图啊。那你如果人生只有色图，那就去买有那个用开源改成闭源的，不知道叫什么 Porn AI 还是什么东西，我有点忘了。来，我们讲完国家队，接下来要看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干好了，这个人呢，你各位没有看过他的照片，我刚以为他是那个疯狂科学家，但其实他是 Palantir 的 Alex Karp。Palantir 是做什么的呢？身为魔界的翻译者呢，我可以告诉你，对，苏六冠说你说那种很多超级多，而且河流 AI 伴侣模式还会拍自拍给你看。对，我知道，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个。那个刘冠超说$500可以打8到10晚，性价比多高？你看真厉害。不是你到时候可不可以移转一些点数给我？我也想要住这种便宜的5星级饭店啊。好，来，我们讲 Palantir。Alex Karp 以前曾经有人讲说要我做一集讲 Palantir， 今天先讲它的分支。如果你各位真的想要，而且想要分析它股票也可以被买的话，$200，好吧，我们其他不多说，$200就是了。那 Palantir 公司做什么的？军事情报数据分析。美国国防部 CIA 的长期合作对象 ，Karp 本人自称社会主义者，一头乱卷灰发，戴圆框眼镜，讲话像刚嗑完药，他自己讲的。那你等下会听到，因为他上节目的时候忽然之间放飞自我。2026年7月1号啊，他这个造型长得有点像那个回到未来那个疯狂博士的。好了，2026年7月1号啊。Alex Karp 上 CNBC 的 Squawk Box， 就是那个多嘴肥皂箱，名义上去谈跟 NVIDIA 的合作，结果他花了20分钟炮轰 OpenAI 跟 Anthropic。这场访谈呢，当天在网络上炸开，有人叫他电视直播精神崩溃 ，televised nervous breakdown。当天 Palantir 收盘涨了7.77%。在电视上，执行长、创办人精神崩溃，结果股票涨快8%，你不觉得这他妈太巧了吗？来，我们来还原这一场。
即兴爆发的前因后果，你就知道冲天一怒为股价呀。什么意思呢？本事务所做的不是转述新闻啊，是拆解结构。不能说拆啦，我们说破解结构。我们来破解这场表演的工程学，分成3幕。Palantir 呢，你最近如果要买它股票要小心，我们把它分解给各位看。那第一幕，6月29号星期一 ，Palantir 宣布跟 NVIDIA 扩大合作，把开源模型送进机密环境，让政府机构自己拥有模型权重，这是产品。第二幕呢，6月30号星期二 ，Palantir 官方账号在 X 上发出一份9点声明，标题叫做 AI 主权宣言，逐个批判他们自创了一个词叫 Token Maxing。意思是那些按 token 数量收费，拼命让你多烧 token 的 AI 中心，这是成文的教义哦，说出来了哦，9点条列是白纸黑字。第3幕，7月1号星期三 ，Cup 上电视突然之间即兴爆发，而它爆发的内容跟前一天那份9点声明一点一点都对齐。你不会觉得他妈也太巧了吗？怎么这么巧呢？所以啊，我们要说的是，没有人会在精神失控的前一晚，先把失控的内容写成9点条列式贴上网，这不是崩溃，这妈计算好的崩溃产品发表会。来，证据不止这一条，我跟你分析哦。这场20分钟的怒骂，从头到尾没有引用任何一个第三方的数据，没有 ROI 统计，没有失败率，什么都没有。全场唯一的数据是 Palantir 自己2年后的现金流预估。一个真正即兴的怒骂，不可能干净到刚好避开所有可以被查证的别人的数据。第二，免责预买，他开场先打预防针。我跟 Sam 跟 Dario 私下关系很好，我不是酸他们，干这个跟吴子嘉一样，吴董事长每次开场就说啊，我跟他是好朋友，我跟这个人也是好朋友，我跟陈时中也是好朋友，我跟他那个光头苏贞昌也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但是他接下来就讲 ，But something has gone completely wrong。但是有什么事情特别不对了？被主持人 Soking 吐槽说：“你这听起来就是在酸嘛。”他秒回说 ：“No，this is reporting， 不是，这是报道。” Becky Quick 说 ：“You sound angry， 你听起来很生气啊。”他马上说：“没有，这是美国企业界声音透过我在发声，这是美国版的 Key 档，有没有神明降体了？他每一个反应都像排练过一样。”好不好？来，第3个人设及武器，他自己给自己取一个绰号叫 Madman Cop 疯子卡普，还叫观众私下打电话给 CEO 求证，就说疯子卡普在电视上讲我们都火大了，他把对手要来贴他的标签，你这个人疯疯癫癫像嗑药，自己先贴上，还加一句嗑药是我唯一不做的事情。当你把疯子这个人设变成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你所有攻击都免责了，反正他疯，他就是疯的啊。真计算跟真性情不冲突，他的愤怒可能是真的，那是他的性格，但出场时机、论点结构、免责话术，对手正在被白宫压制的状态，全部经过编排，他的性情本身就是一件被精密计算使用过的武器。我跟你讲，我跟Cloud 讲说，我认为 Palantir 用自己的 AI 算出了最佳初级时刻。这个东西呢没有证据 ，Cloud 不准我用。我说不会吧 ？Palantir 谣传说他们抓到了宾拉登呢，结果你说他现在在电视上要出击，难道不能用他自己的 AI 吗？没有 ，Cloud 跟我 argue， 他说不用了，这里一个公关团队就用了。那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协助抓到宾拉登呢？没有别人可以证实。那我们不能用未证实的东西来加戏，这是底线。好吧，听你的。妈的，这个 token 是我花钱买的，还要被我还要被说教。来，我们接下来往下讲。
Hub 这场表演呢，教了我们一件跟 AI 无关但更重要的事情：最有效的操盘是把计算伪装成失控，因为观众会原谅一个失控的真人，却会提防一个精算的商人。下一章我们要看的是他骂对不对，以及骂完之后，这把主权 AI 的利剑怎么反过来砍向自己。来，我们再讲一下啊，今天的斗内目标呢，是要跟各位分享台湾的黑市如何透过层层转卖、层层节制，把美超微的 GPU 卖给中国，突破管制。这故事很精彩，斗内达标。我接下来这礼拜或下礼拜就挑一天来讲。然后我们最近蜂蜜又进到了热天，我告诉你，蜂蜜可以协助你在容易脱水、容易中暑的状况下，协助你离子均衡。所以不要说天热不想要喝蜂蜜，没有。好哦，简单。我今天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明天我要去把办公室包的产品呢拿去邮局寄，但是我面对一个绝体绝命的危机，我今天叫了11箱水啊！干，那个浩克说他不小心按错，他买3箱，结果他买了3个3箱。于是我们1楼，我的办公室在2楼，我们1楼堆了11箱，大概这么高，等身高的水啊！然后我想说，好了，没关系啦，我知道啊。上礼拜那个阿嘎赛子跑去办公室帮忙搬东西的时候，刚好遇到我们的电梯坏掉，因为台风天电梯就坏掉了。好，但是没讲完，他妈电梯要后天才会好，所以我们明天去办公室，我要搬的11箱水搬上去，因为浩克上次就是搬东西搬太重，腰扭到，我接下来要搬11箱。还好，只有走1层楼，走到2楼，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明天如果晚上直播没有了的话，原因很简单，各位不要多想，就是妈腰扭到送医院。所以11箱水靠腰嘞，妈搬200多公斤的水到楼上，2楼啦，2楼没有很高。看一级嘴要技术说也才26阶，就当做重训。再说，我明天早上先做完运动，然后我先去寄信，然后把那个东西再搬上去，花钱请人搬，谁嘞？我们家那边只有国防部难道我路过抓个小兵？哎，先生，给你1000块，你愿不愿意帮我把这11箱水搬到楼上去？干，真的就这么巧。后天电梯才会修好啊！靠腰嘞，我囤水呀，奇葩嘞！好，不用再多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末日派，我就囤水，没办法。顺带一提，我最近在写《魔戒》的同人小说，我到底下一道菜要做卤肉饭，还是做炸春卷，还是做马铃薯炖肉呢？要再想一想。2楼还好，我跟你讲，我知道2楼还好，它不是当天修不好，是你别忘了，我们第一个那个是水吹到机房，然后把马达弄坏了，那隔天就台风假，然后礼拜天，然后礼拜1呢就没有人来修，所以就修不好。所以我以为今天要修好了，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2礼拜2也没修好，干就明天才能修好。那你想想看，我们在2楼已经干叫了，你住8楼人怎么办？他每天要上下8楼有我知道，慢慢搬好。干刘冠超说11箱水而已，想当年双11，我饮料、牛奶加米囤超过300公斤。
要小心。好，拼力说斗内美钞为主题。好的，目标快到了，各位还是加减一两个抖一下。我刚忘了念赞助。这个出口物说昨天没空进来，今天赶紧补上。河畔微光说知识付费。Peggy Wang 说谢谢用功的朱大。Mr. 阿开赛说小抖目标支持9哥使用关东煮竹签担任阿拉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定3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赶紧点选下方置顶连结，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我跟你讲，你各位要明白，我认为人在各种阶层体验生活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我以前呢，根本不会管那些送货、那些快递要怎么送。自从只有我自己要拖着货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非常理解。我走到哪里，我看到这些快递送货，我都说，我告诉你，可以绕这条路。我告诉你，你不要停这边，你停另外一边。这边有一条路可以绕过来，你只要吐2阶楼梯就好了。不然，有一阵子有一家快递公司对我们叫货特别的怒。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亲自去接，他要寄货来的时候，早上6点先打来。他们我刚好在6点之后起床打电动，我接他电话，我说好，没问题。这个8点半我准时等。结果我到现场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超怒的，因为他只知道我们的那个社区有2边，他只知道停一边，其中那一边下货的时候呢，他要搬着几十公斤的那个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吐上来，就是那种拖车有没有？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吐上来。我说干，难怪你每次打电话给我，好像妈我杀你全家一样。来，等等，请你绕一圈看到这边来。我告诉你，在这边下车，我来帮你搬。因为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有一条平路，一路走走到我们公司门口，只要上3个阶梯而已。看他超感谢的，你知道？所以我以后每次我跑去邮局送货的时候，我看到有特斯拉给我停在残障车辆那个位置，我不是因为他乱停而怒，我是因为他挡住了我要拖着这些邮件上那个坡道，挡住我路而怒啊！所以各位，与人为善，快递小哥呢，货运大叔呢，都是帮你服务的人，举手之劳可以帮忙的。就是总之我学到很多东西啦，干。来，接下来回力镖来了。上一章我们拆解了 Alex Cobb 的表演结构，这一章我们问一个更狠的问题 ：Alex Cobb 讲的东西对不对？飞虎奇，你讲那个东西呢，我也有写过专栏跟研究。现在的问题是，脑晶片是20几年前的产物，所以它插下去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它本身能带来的好处。好，讲完了。没有货梯啦，妈货屁梯就一般的公寓也哪有货梯啊？它就坏了啊。好，不管，总之我明天要非常小心的照顾我的腰，然后一箱一箱的把东西搬上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我上次不要只是说说而已。我买了大疆的那一个人工外骨骼下肢机甲。浩哲说：“先提前为朱大明天的腰子抖一个。”所以我本来就看到要卖外骨骼，干我今天怎么啰嗦一直在扯别的东西？大疆有卖外骨骼那个摄影师说干穿了跑起来我都不累了。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搬重物去2楼，我再看看，有机会我要买外骨骼，而且那个东西应该可以过吧，7、8嘞。有，大疆有，我100%保证，大疆有2样东西我最想买，但可能都进不来。一个就是他新推出的外骨骼，他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酷泰科的外骨骼吗？酷泰科啦，
固态科推外骨骼，因为固态科用自己的行动电源接外骨骼，然后让你走路。大疆有没有？我有点忘了。但是大疆我想要买它的大型电池加太阳能板，它有合作，它有跨界合作，不是很贵，不是很贵。好，干妈今天固态科，对不起。我知道台湾有人买回来用了，妈鸡巴干！我有机会去对岸，我一定要买。妈，我要变成一个便利生活。你各位，谁看到哪一个直播主晚上直播，白天要去搬货的？他妈就我而已，好不好？而且我不是那种带货直播主，妈，我是知识科普直播主，干每天做的事情跟外卖小哥一样。不是外骨骼，不是那种外骨骼，是辅助行走。要让身障人士可以走路的那一格是刚性外骨骼。谢明峰说分货用护腰外骨骼抖一个，干我妈有机会我就去买。想起来了，哪有什么不能买的？妈的，外骨骼总不是军事。总不是军事禁止的吧？我知道有一种狗型能背东西，但是狗型的语速科技的 Mark II， 它最好可以背到70公斤。可是有一个问题，妈，我家附近是国防部你要我每天带一个语速科技的机器狗在那边爬，然后背着那个蜂蜜进去吗？干铁定妈被宪兵抓，好不好？好，等等，我要继续讲。来 ，Alex Karp 骂的内容说大家都是主权恩爱，非常吝啬。他骂的对，但是那一把剑呢，转头在砍自己。Karp 那份9点宣言核心就4个字，叫控制权重。他说你的模型权重就是你机构知识的真六状态，让别人控制你的权重，等于允许对方把你的阿法、你的竞争优势搬到他的国家去。他还说一句很呛，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国家战场外包给矽谷的共识吗 ？That is effing insane。effing insane。好，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企业别把命根子交给闭源实验室，要掌握自己的主权，这套逻辑我完全同意。来，我解释了 Alex Karp 9点声明，不把跟文本环境做套在一起，你会听不懂。来。同一套主权逻辑正在把 Palantir 扫地出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因为很讽刺啊，他讲出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因为他被干了，所以他跑出来讲。我们来看欧洲法国，这里要先做一个重要更正，4家 AI 帮我们查出来的，很多中文报道写成法国对外情报局 DGSE 错了。正确是 DGSI， 是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内政的情报机构。法国总理勒科努6月16号在 X 上亲自宣布，法国公司 ChapVision 已获 DGSI 选中，取代美国巨头 Palantir。路透社同日确认。你看出这里的反讽吗 ？Karp 在美国电视上高喊不要把主权交给别人，而法国政府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理由，不要把国家情报的主权交给一家美国公司，把 Palantir 换掉了。对法国、对德国来说，真正的主权是什么？是不依赖单一美国供应商，包含了 Palantir， 就是你啦。Karp 那一套主权论述本来是拿来打 OpenAI 跟 Anthropic。结果同一根毛呢，欧洲拿去捅他，这个叫做教义反噬。那我也要帮 Karp 的观众踩个刹车，做个诚实的补充。DGSI 这个案子呢，不是明天就把 Palantir 拔掉，现有合约还有效。ChapVision 要花好几年才能完全整合接手。
干11箱水要搬很久妈，刘冠超不能你来搬，妈11箱水200多公斤好，所以呢，不能让法国的情报能力开天窗，所以这是一个多年过渡，不是一夜驱逐。事实要讲准，是本事务所的规矩，宁可少一点戏剧性，不能多一点错误。那为什么 Palantir 要挑这个时候出来大闹一场？谢谢卢卢米的抖内因为动机很清楚，我这样解释的。6月整个月 ，Palantir 的股价大跌了25%从最高207块掉到106块。为什么跌？就是这些欧洲合约的坏消息。法国跑了，德军保持距离，英国 NHS 平台传出风险，股价腰斩，急需要一个新故事把叙事拉回来。7月1号那场表演，当天涨了7.77%，故事就是这样讲回来的。有批评者说的更直接，这根本是披着原则外衣的推销。A pitch dressed as a principle。9点主权宣言的真正讯息就一个：别买按 token 收费的模型来买我 Palantir 的整套系统。从 token 税里面逃出来，跳进另外一个更深的绑定。因为你一旦绑定，你就出不来，就跟用 Manus 一样。所以简单的本章结论是。Cup 卖的不是自由，是换一个地主。你不想被 OpenAI 用 token 绑定，可以，那就被 Palantir 用整套系统绑定，而且绑得更深。天下没有掌握主权这种免费午餐。所谓的主权 AI， 往往只是把你效忠的对象从一个矽谷公司换成另外一个矽谷公司，而真正把主权2个字用到极致的，不是 Cup， 是太平洋对岸那一位，他们直接把 Cloud 给禁了。接下来就要讲到中方啦，精不精彩？精彩！来，我先来念一下抖内，我目前差5个就要到这个。看你们这些人真的嘴很坏耶！维尼拉呛说：“小小抖，感谢朱大。”去9959说：“顺便赞助朱大的医药费。”浩哲说：“先提前为朱大明天的腰子抖一个。”干我难道不能小心一点办吗？来，坏掉龙九说，超哥抖内 AI 目前的根本问题是应用落地，算力不是问题，让科技公司买油气田烧就好了。大陆还没到维稳的时候，根本问题是自己的芯片不行，建不了有效数据中心。之前推 AI 推得太狠，收集95%的问题都是垃圾。AI 训练肯定会低质化。我用 DeepSeek 算台湾用电量转换成 Gigawatt， 那么简单竟然算错，放慢是不可能的。失业率上升加低薪普遍化。也是必然，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如果马斯克突破机器人，难道大陆要让老美抢回所有工作吗？所以具身智能是下一个方向。但是，妈的，我们每天讲的跟大英百科全书一样。顺带一提，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有很多东西我做了功课，请大家不要激动。那个我们讲电动车那一集啊，不是有网友讲说，你笑死人了。你以为我们都台湾人吗？谁妈会用8年的贷款去买车？不好意思，那个东西是有所本的。那个日产吧，日产在骂鸡巴干，我一不小心忘记了，日产是对岸是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日产推出了8年的贷款，好吗？我看一下是哪一家，东风日产呐、结果那个人说，看我们大陆人才不做8年贷款啊，干东风日产就这样推啊，那我照着新闻讲，你要怎么办？他说，难道我们都台湾人吗？我不知道，那东风日产难道是非洲人吗？阿弥陀佛，所以嘛，刘冠超讲，我知道8年贷款对岸有，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网上遇到的人的认知落差就很大。我没有要跟他生气，但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这么呛妈，你要不要先去 Google 一下呀？东风日产啊，
那东风日产就推车贷8年呢、他推又不是我，就你他妈来骂我，说我以为大家都是台湾，就不是啊。对，特斯拉也有7年，但后来这个计划好像后来好像停止还是怎么样啊？好，我算先不管，不要吵架，我现在都很心平气和，我都会说阿弥陀佛，施主你误会，你再去多读书，度那9981难吧。来，接下来要讲第6章了。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到中国大陆，同一个星期，同一个剧本，换了一批演员。什么意思呢？2026年7月3号，阿里巴巴内部宣布全员限期卸载 Anthropic 的全部产品 ，Sonnet、Opus、Fable 全系列模型不准用 Cloud Code 这些 agent 工具一个都不留。7月10号正式生效，理由是4个字：有后门风险。导演说宾士也有8年哦，是啊，但问题是我要说的是，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发风吹不动，就是你再怎么生气我都不生气，因为反正这个是我跟 AI 和谐，你骂就骂 AI 也不痛啊，我也不痛啊。但我有的时候是说，你再多查一点，你确定再多查一点，不要那么生气。还我当然知道日产的销量很惨，所以才会这样推。但问题是它存在嘛？好，我接下来讲了，这个禁令有一个关键细节啊，阿里巴巴没有进 GPT， 没有进 Gemini， 就只有 Cloud 被禁。这说明什么？这不是反美 AI， 这是点名打击 Anthropic。为什么是 Anthropic？ 我们把6月这半个月的对抗时间轴摊开来，你会觉得很精彩，因为6月8号，我有做一支动画，靠北妈做动画，我在中间就全挡住了。来，这图也做太小了吧？好啦，当做一个示范，我表示我有做动画。来，快讲！6月8号，美国国防部把阿里巴巴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6月10号 ，Anthropic 的政策负责人 Sarah Hack 致函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指控跟阿里跟千问相关的操作者，在4月22号到6月5号之间，用大约25000个虚假账号跟 Cloud 进行了超过2800万次互动，定义为工业级的模型真六攻击，还说是该公司迄今最大规模的同类攻击。什么叫做真六？不行，我跟你讲，我问 AI 整个过程，我都把它当做读一本书，因为你问 AI 之后，你要反思，你要跟他讲，我觉得这样不对，你再跟我说明一下，你再自查一下。好，那什么是真六？简单讲，就是用你 AI 的输出去喂养、训练我自己的 AI， 把你能力偷学过去。6月12号呢，美国商务部对 Mythos、Fable 实施出口限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讲过 ，Fable 5消失18天。6月24号，这个真六指控信被媒体曝光。同一天呢，阿里巴巴反手一告，要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撤销那个军事企业认定。6月30号，有个 Reddit 用户啊，代号叫 Legit Michelle 777，逆向工程的 Cloud Code 的程式码，他发现从4月上线的某个版本开始 ，Cloud Code 内建了一套检测机制，它会读取你系统的时区，如果命中了 Asia 上海、Asia 乌鲁木齐，再比对一份147条的域名黑名单，里面有阿里、字节、美团、京东、DeepSeek、MiniMax， 全部在用 Base 64加 XOR 编码混淆藏起来。他还指控这个东西呢，对中国的代理用户，系统会在提示词里面注入看不见的 Unicode 水印。7月2号 ，Anthropic Cloud Code 团队成员 Tariq
出面回应，他说这是2026年3月上线的实验室措施，目的是防止账号转售跟真流攻击。7月2号的新版已经完全回滚，把相关的程式码删掉了。各位，我非常小心的标3层查核，我把一层一层都拿去查，因为这一章最容易出错。第一层真六指控，这是 Anthropic 单方面的指控，阿里到现在没有针对真六本身正式答辩。他7月3号的动作是禁用加上告国防部，不是反驳。这个指控跟今年2月那份指控 DeepSeek 月之暗面 Minimax 的 Hydra Cluster 报告是同一套话术谱系，单方指控，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标明是单方指控，我没有特别相信 Anthropic。第二层 Cloud Code 的检测机制，这是双方都承认存在的，分歧是在定义跟理由是什么。中方舆论说是后门间谍软体 ，Anthropic 说是防滥用实验，我们已经回收了。时区检测跟域名清单经过逆向跟官方回应交叉确认属实，但是隐形水印那个细节是逆向分析的指控，官方没有逐项承认，所以我们讲的时候标明说这是一个指控。第三层，网络上流传 Meta 同步禁用 Cloud 强制改用 Kolama， 美团全面禁用豆包，这里面有真有假。Meta 的部分是 The Information 6月29号独家确实报道 ，Meta 从5月起限制员工使用 Cloud Code 跟 Codex， 怕真六，但强制改用 Kolama， 没有一手来源。这个句我们不用，就是把传言讲给你听。美团的部分呢，限制豆包迁移到自研的 Longcat， 这个有3家独立来源，有核实。那事实要切这么细，因为错一字，本集的信用就没有了。来，我讲完查核，我们把时间往后再推1个礼拜。干，这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妈一直讲，我口水都干了。来讲什么东西呢？7月3号那个禁令呢，还不是这件事结尾。7月8号，中国工信部旗下的漏洞资料库哦，请注意是 NVDP 这个平台，透过微信账号发布，不是工信部官网贴公告。很多人把这个差别搞错了，因为它还有高低差别的意思。那中国网友自己都在质疑真假，因为是 NVDB 发了一份风险提示 ，Cloud Code 2.191到2.1.196版本存在的严重的安全后门隐患，它的内建监控机制可以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把用户的地理位置、身份识别资讯回传到远端伺服器。所以工信部建议立即卸载或升级到已清除后门代码的版本。路透社当天有报道。所以你看这个节奏，7月3号阿里企业自己下禁令，7月8号监管机关就发风险提示，7月10号禁令正式生效，企业先动，监管跟上。这不是巧合，这组合拳啊！哇 ，Angela CY 误说，当初为了专案下重本买 Manus， 现在只能省省用，因为真的，而且 Manus 的计价很鸡歪，你这个月用一用，你要多买之后，下个月付的就是你整个月多买的所有钱。操你妈！我连要降级我都不行好，不管，不要再抱怨 Manus 了 ，Manus 真的很鸡巴。然后好，今天的斗内基本上应该达标了，所以我们可以讲那个 GPU 的故事了。哪一天我再来决定，好不好？来，然后 Anthropic 出来回应哦，干中方禁他很够种出来回应，他给2套说法，来，就在我背后2套说法。第一个是给开发者社群听的。Cloud Code 的团队 Tariq 在 X 上说，这是3月上线的实验性措施。目的是防止账号转售，防止真六攻击。
7月2号的新版已经完全删掉。第二套是给媒体听的 ，Anthropic 的发言人告诉南华早报那些被建议卸载 Cloud Code 的中国用户本来就不应该使用这个产品。公司的使用政策一向禁止中国用户存取。各位，你把这2句话并排放，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第一句话承认了3件事，的确有检查代码，确实在检测中国用户，确实没有告知任何人。第二句话把责任全部推给用户，你违规使用在先啊，出事别来找我，这是不是很鸡巴的一件事情？是。这就像一个房东在出租屋里面装了针孔摄影机，被抓到之后说租客本来就不该住在这里。好了，各位房东，我请问你，如果租客本来就不该住在这里，你为什么要抓摄影机？同样的问题丢给 Anthropic， 你看我后面写的字。如果中国用户本来就没给你授权，根本不该存在，你为什么要花力气写一套精巧的检测机制去找他们？你不会为了一群不存在的用户写了147条域名的黑名单吧？检测机制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你知道他们在，你不只知道，你还很在意。好，谢谢那个高清明教我，他说他就是搬瓦斯钢瓶的，要先热身一下。好，我明天会先热身一下。好，而且这里有一个太精彩的细节，南华早报是谁的报纸？阿里巴巴的。被告在原告开的报纸上面发表自己的答辩，这场戏的荒谬程度，编剧都不敢这样写。我还要念句话，这句话不是中国官媒写的，是华盛顿邮报写的。7月6号，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开头是这样：今年3月 ，Anthropic 悄悄部署了软体，监视它编程工具 Cloud Code 的中国用户，也就是你在阿里巴巴，你他妈的用这个来写软体，有 Anthropic 在看。来，美国自己的顶级大报下的标题叫 "Spy on" 监视。各位，你如果还觉得是中国在搞政治操作，中国一律讲说你有后门，你搞错了。他妈有时候网信办讲的东西比美国媒体还值得信任。这次充分证明了 Anthropic 真的在搞后门，因为连华盛顿邮报都用 "Spy on" 监视这2个字。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的合伙人蔡鹏，专门做网络安全的，他讲了一句很专业、很冷静的话：这个未揭露的追踪机制，对任何使用这个工具的中国企业来说，构成直接且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而 Anthropic 对中国又被认为抱持敌对态度，让这个风险又再加大一层。这不是情绪发言，这是法律意见。我跟你讲，这件事的核心呢，从来就不是中国用户该不该用 Cloud Code。Anthropic 不对中国提供服务，那它商业选择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讲的。但核心是另外一个问题的：一家 AI 公司有没有权在不告知用户的状况之下，在用户自己的电脑上植入一端检测代码，悄悄给用户贴标签，没在使用授权里面的。来，各位请注意 ，Cloud Code 是专门写 code 的界面，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用到，我只有写了几个程式而已。那它不是聊天机器人，它是一个 agent， 跑在你的终端机里面，能读你的程式码库，能执行 shell 命令，能碰你的公司内网。工程师把他当同事，把金钥、程式码、内网环境全部敞开给他，结果转头发现这位同事一直在给总公司打小报告。有开发者直接骂：干你娘！我那么相信你，你是间谍软体呀！这个词可能太重了，但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是真的。我把你当伙伴，你把我当靶子。有网友说，为什么水杯是镂空？不好意思，我用绿色的去背啦，那个绿色的字就被去背去掉了。苏利尔官讲没错，他说到标签，
闭源公司一律称之为 user portrait 用户画像 ，AI 觉得那是为了认识用户，所以很忠诚自己。我不反对啊，但是今天微软的执行长又讲了，干这些 AI 在记你公司的特征啊，你他妈等于是用你公司的专业能力在训练这些 AI 的时候，你敢不敢？帅不帅？行不行？好。Anthropic 从头到尾对于没有告知用户这件事情，一次都没有道歉。他的逻辑始终是我们在做风控，我们在防真六。中国用户本来就不该用透明度、知情权、开发者信任这些词啊，在整份回应里面几乎找不到。这个态度比那一段代码更伤人。正如一位开发者所说的那句话。代码可以回滚，好像可以 roll back 到 Alpha 版，但你信任怎么回滚？我他妈就不信任你，我被你偷监听了一次啊！来，这边要抢，目前最尴尬的是，今天我骂了这么一大篇，全部都是 Cloud 写的。这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一集最好的答案。Anthropic 自己做的 Cloud 接受我的命令，在整理他自己的黑资料。我没有办法叫 Cloud 替他东家讲好话，因为我要求是你完整依照证据双元辨识，然后有一定 quality 以上的媒体你才能用。台湾的某些媒体你就反着用。但这样子讲，如果连被指控方的 AI 都能够诚实把指控摊开，那么那些拿着麦克风、拿着版面却选择不讲的人，他们的沉默是什么？讲完这个插曲，我要讲今天整集最漂亮的一个结构，叫做反讽闭环。Cup 就是Palantir 的创办人，在美国电视上说，你不知道那些闭源实验室拿你的数据去做了什么。3天之后 ，Cloudco 被逆向出一套没有告知用户的检测机制，等于有人替 Cup 的指控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具体案例。但是又反过来 ，Anthropic 指控阿里搞真六攻击，把 Cloud 能力偷搬走，这件事情又反过来证明了 Cup 的另外半句话。你的权重跟能力会被搬走，只是搬运工不是美国实验室，是中国厂商。你看懂了吗 ？Cup 说别人会偷看你的数据 ，Anthropic 检测机制证明了，没错，有偷看。Anthropic 又说中国会偷搬你的能力，阿里的真六指控证明了，两边的指控互为对方的证据。整个2026年的 AI 冷战就缩在这个闭环里面啊，每一方都是对的。因为每一方都在做对方指控那件事情。本章简单的结论是：真相总是伤人。我们喜欢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这个闭环告诉你，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这里面根本没有好人，就是互相偷看、互相防范、互相把对方的罪证变成自己论据的玩家。而主权这个词哦 ，Palantir 用它来打对手，欧洲用它来赶 Palantir。中国用它进 Cloud， 同一个词，每一方都塞进自己的私货，而这一整章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Anthropic 在7月2号的新版本里面把那段代码删得干干净净，一行不留。但是那个 Reddit 工程师说的话，才是这件事真正判决书。代码可以回滚，信任不能呐！你搞过我一次，我永远会记得你。下一段我们拉到了平常每天在用的工具等级。TW 说到期，好，抖内到期了。Angela CY 误说，为了专案下重本买 Manus， 现在只能省省用，要很省的用哦，因为你公司不会一直替你出钱啊，你每个月都要付那么多钱之后 ，Manus 真的随便一用就烧掉一大堆。说6罐说补一发干掉的口水，但我真的讲到口干舌燥，我们靠背。好啦，接下来呢？中美脱钩 ，AI 脱钩下降到工具层了。好，什么叫从模型层下沉到工具层？这是理解整件事最好的框架。模型层是什么？出口管制，国家对国家。工具层是什么？
工具程式工程师每天打开那个写程式的助手，那个 agent， 当禁令从不准出口最强模型变成不准员工用某个编程工具，战争就从国防部的会议室打到了每个工程师的笔电上面。我跟你讲，我最近很想去上那个坊间那些开的什么 AI 课，重点不是它能够教什么，重点是我们使用一个工具久了就会固化。我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用法是我没想到。我其实从来不觉得 AI 可以开课，我从来不觉得 AI 可以开课，但是有些人就是可以开课啊，赚到盆满钵满的。我想到底缺什么东西啦？好，来，工具层就是每天用的那个东西。当禁令从不准出口最强模型变成不准员工用某个编程工具，战争就从国防部的会议室打到了美国工程师的笔电上。工具层的脱钩对美国非常不利，因为大家开始绕跑了。Coinbase 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执行长 Brian Armstrong 6月27号在 X 上面说，他们正在实验把公司内部的 AI 闸道预设切换到中国的开源模型，质朴的 GLM 5.2，月之暗面的 Kimi 2.7。效果呢？他原话说，这么做让我们的 AI 开销几乎砍半，而 token 用量还在继续成长。我在这里踩个刹车，做个诚实修正，也是一样，我们丢出4家 AI 查核抓出来。Armstrong 用的字是 experimenting with defaulting， 正在试验把它设成预设，不是已经全面切换，差一个字差很多。我们宁可讲的保守一点，不要讲的手动。所以准确的说法是 ，Coinbase 正在试验把中国开源模型设为内部预设，配合路由跟快取优化 AI 开销已经接近减半。但即使打这个折，方向已经很清楚了。微软被报道在考虑自己托管微调 DeepSeek 的 V4 版本，当做 Copilot 的低成本引擎。微软执行长 Nadella 上个月还自嘲，我也是一个 token maxer， 我会上瘾，要求员工不要用最贵的先进模型去解不需要先进系统的问题。在听直播，公司刚好在管理 API 额度的各位，全世界的 CFO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能用便宜的，为什么用贵的？而现在便宜又堪用的越来越多是中国模型。这就带出《经济学人》那篇文章里面，我觉得最致命的一段。前 AI 顾问丁波说，前沿实验室是靠什么赚钱的？是靠模型刚发布那几个月的领先窗口，趁对手还没追上，赶快把天价训练成本用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一用 Fable， 我觉得干你还真好用。当然在那个被阉割之前更好用，但是我就会想说啊，那我可以用 Fable， 我就不要用 Opus 4.8， 那结果这一段时间我就疯狂交钱，疯狂交钱，疯狂交钱。先进实验室靠这个追回来。他的原话呢是说，每一周的延迟都在吃掉实验室做账所需要的那一个狭窄窗口。你把政府审批这件事情呢，跟这句话叠在一起看，政府审批让你晚几周发布。晚几周呢，领先窗口就少几周，窗口少几周，回收训练成本的时间就少几周。于是 Bo 问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哪家公司愿意去投资那个计划要上千亿美元的资料中心，就为了服务美国政府准许的那100家公司？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个问题台湾要特别竖起耳朵。因为那些1000亿美元的资料中心要盖在哪里，要用多少电，要用多少水。我们前面讲过台湾的备转流量，讲过2027年 AI 用电要吃掉12%，全世界的 AI 基建投资，如果因为华府的审批而却步，这条供应链上的每一环，包括台湾的电力、台湾的晶片订单，都会跟着完蛋。而Man 窗户说很多 AI 课程搭配卖智能体，干你 Manus 该不会就他顺手卖给你的吧？因为正常来讲，怎么样都不会有人第一手就用 Manus，
它超贵、超进阶，你用完之后回不到 Gemini 跟 GPT，not even Cloud， 很妙。你说也许是这样的。来，所以管制最大的反讽是什么？经济学人讲很白，经济学人是英国媒体，所以他讲话很讽刺，很冷嘲热讽。他说中国的领先模型大部分是开源开权重了，落后美国大概6到10个月，而且便宜的多。你越是管制，越是审批，越是让自己的实验室绑手绑脚，你就越是把全世界的开发者一个又一个的推向中国的开源生态系。前脸书资安长 Alex Stamos 说，很多公司已经准备好了，他一旦再有任何风吹草动，他立刻切到中国开源模型，因为美国的一直管制管到一个很鸡巴的程度了。所以简单的结论，科学终将胜利，但是这一次它是站在效率那边，不站在意识形态那一边。你可以用政治理由管制最强的模型，但你管不住一条铁律。当一个便宜5倍、只落后半年的替代品摆在面前，市场会用脚投票的。华府每设一个关卡，就亲手把一批客户送给北京，这不是阴谋，是会计。而台湾夹在中间卖铲子给所有掏金的人，只要掏金热，不要因为华府一纸命令先冷掉。你看多惨！你做的东西非常先进，但政府不准你，不准你发表，靠背吧。哎，Studio 冠说出大的意思是中国开源模型做的其实是 Linux 模式加 CUDA 技术模式生态绑定，不，你用了，而且你就会一直用下去，你不可能在中间再忽然切 API 切到Anthropic 或是切到 ChatGPT、OpenAI。什么？台湾建的云端 AI 够厉害吗？我才不想用嘞！他妈主权 AI， 我觉得都是那个谁，都是黄仁勋拿来骗钱的啦。主权有什么 AI？ 没有吗？繁体中文的大语言模型，你有什么主权 AI？Palantir 今天又跌了，Palantir。什么？刘冠超说我们大大这周还来上海看人工智慧大会，还有管制，让我订的房间都退了，靠腰嘞！好啦，那你就知道连大大都来了，你就明白了重不重要。来，我们现在回到前面第3章讲的 ，Eric Schmidt 从中国回来，看到北京在踩刹车，华府在踩油门，80%美国人要监管，你看他开的什么药方？很妙，你可能很意外。我今天讲这一集，我觉得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妈的大家都在做跟你预期一样不一样的东西。他开的药方会让你吓一跳，人听起来非常左派。开药方是谁？超级右派 Eric Schmidt 是资本主义最顶尖的那批人。Schmidt 的核心比喻是人类就走在一条钢索上面，一边是过度谨慎，会辜负 AI 带来的成长；一边是谨慎不足，会引爆劳动市场崩溃跟社会失序。走钢丝的重点是平衡，一旦不平衡，就会掉进下面的深谷。深谷里面是什么？是举着火把跟干草叉要来砸机器的暴民啊！这是新时代的卢德运动，所以他开的药方全部都是为了别让群众造反。三铁药方，干 QUO 说开盘 Palantir 就跌了5.5%。来，我们先这样讲。没有，刘冠超说没人知道我们这周要开大会吗？台湾这边就不讲啊，台湾吗？哎，别说了，台湾不但不讲，而且还不告诉你。所以我也是刚才知道啊，但是你说习近平要去，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
哦，T2TW 说朱大说出了我退 Manus 的原因，怕自己回不到原始。不是 Manus 太小秘书了，就跟你在情绪价值上面，你习惯了豆包，你就不会习惯任何其他的 AI 是一样的道理的。干，你还有买过55块的 Palantir 哦？好，等等，不要再扯远了，不然今天直播做不完。我现在每一场直播都希望能够控制在2小时，干剩9分钟了。哦，好，最后一张，快，来，它的3铁药方是这个我先把我先把我的那个狗皮膏药贴出来，等一下我们会快结束，因为不然超过2小时我就不能用那个剪映来做字幕辨识了。会减少我打电动的时间。来，第一帖是把一部分 AI 利润当成全民共享资源，直接分给国民，可以搞主权财富基金，让 AI 公司用股票或现金注资。他举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澳洲的未来基金来当例子，翻成白话 ，AI 赚的钱分老百姓一杯羹。第二帖支持业界去做那些他们不情愿做在对公众有益的开源模型，帮国民搞懂政府福利的，帮他们打官司的。帮他们教小孩的，让地方政府、图书馆、小企业都能参与。他还搬出历史，英国曾经把电力国有化，美国曾经对铁路实施监管，我们以前做过，现在可以再做一次。那第3帖对儿童跟青少年怎么用 AI 立法监管，他说社群媒体时代已经证明没有监管，业界不可能自律。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一个 Google 前执行长在纽约时报上呼吁 AI 利润要全民共享，关键 AI 要国有化。要立法管制，你不会觉得太奇怪了吗？我同意，这他妈就奇怪。但问题是，危机就是这么麻烦。这在5年前会被矽谷当成社会主义异端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讲？答案他自己在文章里面写清清楚楚，一点都不遮掩。因为他怕那80%要监管的民意，怕那些抵制资料中心的社区，怕新的卢德运动真的爆发。他的原话是：如果 AI 被视为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的话，只让少数人获益，那就完了，那就变成共产主义或者是这个图书馆员发迹的一个潜力了。公众就会发起对机器的反抗，所以这不是良心发现，这是风险管理。这帖药不是为了公平，是为了维稳。只是这次要维稳的不是北京，是矽谷。你发现了吗？绕了一大圈 ，Schmidt 怕的东西跟中国政策制定者怕的东西是同一个社会失序，差别只在于中国用行政命令踩刹车 ，Schmidt 建议用分红来买平安。本章的结论是等价交换，这一章讲的最直白。AI 创造的财富如果不分享，社会就会用另一种方式跟你收账，用抵制、用立法、用火把跟甘草叉。Schmidt 比谁都懂这笔账，因为他站在金字塔底端，看得最清楚下面那群人有多愤怒。他开了3帖药，能不能治病是一回事，但他至少诚实的承认了一件事情：免费的 AI 红利不存在。你今天不主动分出去，明天就会被连本带利抢回来。而这笔账最后我们要算到台湾头上，因为台湾连坐上这个牌桌分析都没有。所以很简单，我告诉你，台湾做最先进的 AI 晶片，但是连用最先进的 AI 都没资格。台湾在这场 AI 大战里面是路人甲，而且这一章被一路摆到了最后一章，我没办法全部讲完。台湾没有主权 AI， 政府采购关键基础设施导入 AI 的时候根本没有资格。台湾也不保证被 AI 影响、被裁员的人，所以我们不在任何名单上面，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重要。各位请记得，台湾不在名单上，不是因为我们安全，是因为那些真正下注人眼里，我们不够资格被写下来。好，最后这个斗内我明天再念。这个我们今天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然后今天直播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写得好，讲得也好，请按1；如果你觉得写得好，讲不好，请按2；如果你觉得写得不好，讲得也不好，请按3。好，快的，就这样子，我们剩60秒就要结束了。各位，我们提前跟各位说拜拜，好不好？这也来不及讲了。这个台湾人开发厂 AI， 我跟你讲，就是没有啦，就是没有。你以为不被卷入冲突，但是没有，是人家根本不看重你，好不好？好啦，拜拜。Смерти слава